嘿，大家好，我是玩天晴的玩具分享。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眼前这一款是对于 SS 系列的起源线的黑寡妇啊。那么这款玩具从当时看灰模的时候就觉得应该不会太差，尤其是它这个变形上面啊，应该不会太差。确实是拿到手变了一下，确实挺有亮点的。不过就是怎么说呢，为了变形的话呢，它是在人形上面多少是舍弃了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体人物的这个比例就不是特别对啊，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怎么说，当我们把腿侧面这两个零件我们给它往两边放下来之后，你这时候再看黑寡妇的比例其实就对了啊。它无非就是说因为变形的需要，它这个飞机头部的这块这个零件它做成它的大腿外面这个护盖了，但是做成护盖之后呢，它身形的这块这个过渡就感觉这个大腿太大了，然后又太高，整个过渡这块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奇怪啊。所以说呢，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个小缺憾吧。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还算是可以的，变形上还是挺有亮点，尤其是怎么说呢，后面这螺旋桨的这个收纳，包括整个蜘蛛腿收起来之后变成飞机后面这半部分，还有腿部的几个巧妙的小旋转几个小旋转之后呢，就能变成两边的这个小机翼啊，确实都是挺有它的亮点的。不过的话呢，这个变形的时候我们再说。首先的话就来看一下本体啊，本体的话呢，黑寡妇的这个造型的话呢，严格上讲，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话，它这已经属于进入一种攻击模式了。其实这都不是属于防守模式，都属于攻击模式了啊！尤其是你像它这个爪子，看它这个带尖儿这个地方，哎，然后完全就是一种攻击状态。我们给它这个旋转一下，哎，调整，然后将这个爪子往前这么一扣，看这种带尖尖的位置，我冲前，然后整体的这个攻击感，包括整体的这个效果立马就出来了啊。不过的话呢，怎么说，这个就是他做这个支出的这个支撑的动作，就是你想让他这个腿这么给它撑起来的话呢，个人感觉稍微是有点费劲的哈。因为它下面这个，你看这个腿，它只有你翻到这个角度，你能感觉它有几节关节在这个是卡住的啊。在剩下的位置的话呢，怎么说呢？我往下一扳，你看瞬间就软了。然后包括它这块的旋转关节，它只有在这个位置是有这个支撑力，你往这边一扳，看，哎，我们旋转一下，你看啊，到这块它就相对来说就很松了，它这个支撑力度不算特别的够，真的不算特别的够。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比较尴尬吧，真的是比较尴尬。如果你真的很想让它做出这个就是很经典的这个，就是它这个蜘蛛腿这么撑着它，然后它往前走这个姿势的话呢，你就得自己多研究多调整吧。反正调整好了，关节力度支撑力度要是能行的话，也能很勉强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能给它撑起来吧啊。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研究一下吧啊。反正整体的人形的话，这个爪子开发程度的话呢，我这边是可能还不到1%啊，这个就看大家怎么去玩了。OK， 整体的一个人形的话呢，我们就简单看到这啊。身体细节包括配色的话，基本上都是塑料原色，也就这上了2道。然后人物的面雕啊，眼睛这块上了一些。这个面雕有一说一是能比红蜘蛛强一些啊，确实还算是还原。红蜘蛛这个面雕我就真的不想吐槽了啊。OK， 那么说完这些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吧啊。可动这一块呢还算行啊，还算行。低头抬头，然后左右小偏头也都可以，360度没啥大问题。肩膀侧平举的话就到这儿了，肩胛直接干涉啊。然后呢，手臂360度旋转，把后面的零件让一下也是没问题。手肘这块360也没问题，手肘弯折标准90度，全都没有可动，腰部也没有可动。你看这个结构你也就知道了。不过前踢腿的话幅度倒是挺大，后踢腿幅度也算是不错。把这个蜘蛛腿我们给它挪开点啊，你看后踢幅度也算是不错啊。整体你看能做到一个平踢的一个状态啊。侧踢的话呢，你直接侧踢就是零件有点挡，你把这个零件你看我们给它挪开，胳膊也让一下。侧踢的话也是有幅度，不过也是不能做到完全侧踢的啊。然后膝关节的弯折的话呢，就是一个标准90度。脚部的话呢就不用多说了，它就是这么个样子啊，直接就是像一体的一个高跟鞋啊，没有任何的接地，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前后的一个可动。整体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了。不过所以说脚的话它是这样子，但是不影响它站立啊，站立还算是比较稳的。然后我去电影的话我又看了一遍啊，我说电影里面它一直是就是这个
四仰八叉，就是它是一直这么个状态吗？还是说是怎么个情况？到后面我就仔细看了店里面，它并不是全程它都是一直是这个几个爪子都是张开的啊，它只有就是说在戒备或者警戒或者是进攻敌人的时候，它才会把它后面这4个爪子全部暴露出来啊。就正常的话，这玩意儿它都是夸全部收纳在后背的啊。所以说你平常的话，你要觉得后面这些爪子啥啊碍事儿的话啊，我们可以就说，就像变形的时候呢，我们直接给它收起来，哎，把这些爪子呢就直接给它变一变，折一折，然后呢给它收起来，收到它后面这个背包这一块，然后这样的话呢，后背的话会看的相对来说清爽一些啊，就这么几折往里面一收一扣，然后重新再把中间这个螺旋桨的位置收起来。那么这2个大的呢，你看你是想这么放着也行啊，或者说你选个方法，你说我这么给它搭到后面，哎，勉强搭到后面，只要看不见，就是大概看不见就行啊，也能勉强做出这种电影当中呢，就是所谓的非攻击模式啊，也是可以的。就是当你看后面的话，就是略显累赘了，这个就是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行去调整就 OK。那么可动啥呢？这些也都说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变形的话呢，整体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首先呢，把人物的胸抠开，然后将人物的胸往下压的同时呢，它会里面这个胸口的这个零件，内侧这个零件，它会往后顶，将这个背包看到没？这块顶起来之后呢，大家注意啊，在头2侧它这边都有个小尖尖，内侧也有这个对应小尖尖的这个凹槽，一定要对准之后呢，将头整个压下去，然后再将胸口扣到头上。胸口内侧的话呢，这块有2个凸，原先呢是扣在它胸部这块的这2个凹槽当中。当我们变形的时候呢，头两边的尖尖都对准，摁进去之后呢，它卡的是头上的这2个凹槽啊。卡住之后呢，下一步这有一个轴，这有个轴，借助双动关节把这块整个拉开，然后拉开之后呢，下一步我们就来处理它后面的这一大堆零件。然后它这个蜘蛛腿呢，刚才跟大家简单演示，可能大家没有看清楚，就是具体怎么一个变法。其实它的这个变形很简单，就是几个折叠啊。但是我这边这个有个腿容易重点就老掉。首先的话呢，先把这儿的关节往内旋转，整个向上推，然后同时抓住下面这个爪呢，也给它整体向上推啊，向上推到头之后呢，它的这个位置这块算是有个小卡扣啊，往上，听到没？啪的一声它就卡住了。然后最后再将这个腿往上一翻，它里面也有算是有个卡位点，卡的声音比较闷，然后卡住之后呢，它就形成一体了。然后两边呢都是，你就这么折过来就可以。这时候呢，把中间收起来的这个螺旋桨我们调整一下，整个从下面翻，然后翻到头，然后你会明显感觉到它会啪嗒一下卡住，很闷的那种卡感啊。卡住之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将这个后面的蜘蛛腿旋转一下。原先它不是冲着背部下侧吗？我们这时候转一下，转到跟螺旋桨一样，都冲上之后呢，哎，我们可以看到凸和凹两侧我们给它结合好。这块的变形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顺序啊，就是当你把螺旋桨这个后面这块这一头翻上去之后，一定先把这块位置给它变好，因为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将这个螺旋桨周围的这个大圈，大家也知道那个大圈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变形。当变形的时候呢，它的侧面这个位置它会有2个凸，大家看到吗？这2个凸呢，分别对应的是一个对应是上面这块的凹槽，还有一个对应的呢，就是我们蜘蛛腿这块的这个凹槽。所以说把这2条腿变完之后，我们才能顺利的进行下一步啊。然后呢，在变这个圈之前呢，还有一个准备工作呢，就是要把它的这个螺旋桨要变出来。首先呢，我们用手指顶这个螺旋桨，给它顶出来。顶出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螺旋桨这块有个凸，对应这块是有个凹槽的。这时候呢，我们再将螺旋桨中间这个轴的位置呢，给它松开。它这块往后掰呢，它是有个卡点的，卡住之后呢，使点劲儿，给它松开。松开之后呢，往前转，转的时候呢，它这块有个卡扣，然后呢，这个卡扣是啥呢？我们调整一个角度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边是个钩子，它是勾到这个凹槽当中的。然后我们转过来之后呢，给它勾住就好了。勾住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螺旋桨借助这儿的旋转关节，不论你调成什么角度啊，你只需要把螺旋桨转到下侧，然后你会发现这边有2道杠，你把这2道杠和这块的这2道杠对齐，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然后剩下的话呢，我们把螺旋桨展开，这边是展开，展开之后呢，这边呢我们的一个螺旋桨的一个变形呢，也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可以转动。然后下一步我们就是来变这块的位置了。首先的话呢，我们注意这个零件啊，这块呢是有一个凸点的，我们要借助它根部的球形关节，看，基本上就是旋转一个180度，将这个凸点从上端转到下端，转过来之后呢，这块的凸对应它的是内侧的凹槽，然后呢，这块的这个关节是可以往后掰的，你往后掰的时候，你会听到就是感觉到闷闷的卡住，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之后，这时候就是我跟前面大家说的，这两个凸分别卡的就是我们后面蜘蛛腿的凹槽和上端这块的这个空洞啊。那么对准这两个位置，然后调整，然后给它插进去。上面这个地方非常好卡，但是下面蜘蛛腿的这个凸起的这个位置呢，因为它蜘蛛腿偏软，所以说你的手呢稍微从这个地方顶一下，然后上下两个凸起和凹槽的位置，我们也就算是结合上了。看到没？这块的凸和凹我们就结合上了。剩下的话呢，把这个圈这块的位置，大家看到这有个凹槽，对应它内侧是有个凸点的，我们给它卡住，然后再借助这儿的转轴，将这个圈整个翻过来。看到没？一侧的变形就算完成了。另一侧的话呢，我们也是如法炮制啊，将后面这个零件凸在上，然后整个转一下，给它转下来，然后看到没？凸在下，然后这儿的凸对应它内侧这块的凹槽，我们给它扣过来，扣过来的同时将这儿的转轴向后掰，感觉到卡住了，然后呢，将这零件整个向后推过来，然后这儿的凸对应它内侧的凹槽，这儿和这儿的凸分别对应的就是它上端这儿的凹槽，还有它下端这个蜘蛛腿这块的凹槽啊。然后呢，三段我们给它卡过来，然后使点劲儿，然后怼进去，怼进去，看这儿的凹，这儿的凸，然后包括这儿的凸凹，然后包括这一块就全部好了。剩下呢，依旧是我说的这块的凹槽对应它这个黑色圆圈内侧的凸起，给它卡住，然后再借助这儿的转轴向内进行一个翻折。最后呢，将这个头呢，对准之后，我们给它插住，看到没？这样子我们的一个螺旋桨后面的这个大圈我们就算是变完了。变完之后呢，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可以看到啊，就是这是一个转轴，这是一个双动关节，然后呢，将后面这个转轴往起来抬，然后你会发现这有一个凸起，然后这个凸起对应的就是人物后脑勺这个凹槽，这时候再借助根部的这个转轴向上翻折，非常的紧啊，然后借助这儿的转轴，双动关节一点点的调整，然后将这个凸和凹我们给它卡住，这样子整个飞机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剩下的话呢，就是首先来变一下它的胳膊这一块的话呢，往外拽，可以看到吗？从后面这个位置，然后它也是一个双动关节啊，这有一个轴，这有一个轴。正常的话呢，它这个手是收纳在它的内侧的。我们这时候呢，要变成飞机，给它晃一晃，给它拽出来，这边也是拽出来。然后拽出来之后呢，借助双动关节往内推，然后可以看到，在它的后端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小的黑凸在这儿，我们要给它卡到中间的这个凹槽当中，然后一点点的给它挪一下，挪过来，双动关节呢慢慢调整，然后呢将这个黑色的凸卡进去。一侧卡完之后呢，手部也要切记不要忘记变形啊，抓住它这个胳膊外侧翻一下之后呢，将它的手旋转进去，然后将手后面的这个炮管给它露出来，进行一个收纳，然后这样子一边的手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另一侧的话呢也是同理，先转过来之后呢，将这块的这个黑色凸点卡进这儿的凹槽，然后呢你也可以大力出击往上推，然后将这个凹槽呢和凸点就是放进去了，然后这边呢也是手臂，然后给它往上扣起来，然后呢旋转一下将拳头收纳进去，然后放下来，然后这时候再借助胳膊这块的关节球关这块，然后呢我们往中间进行一个密合，可以看到凸凹，然后呢这儿的球关和这儿的球关一起往内搓到一起，然后将前面的凸和凹我们扣在一起，这样子呢飞机头部的一个炮管的位置就算出来了。那么剩下的话呢，我们就是来变形它的腿部这块的变形呢，算是比较精彩的一个地方了。首先我们将腿两侧的这个零件往外侧拉开，然后拉开之后呢，大概就是这么往后翻一下，
就可以。翻完的同时呢，将这块的零件，因为它内侧是个球冠啊，我们给它旋转一下，将带有这个，刚才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呢是带有一个凹槽的位置，我们转到下侧。转到下侧之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大腿根儿，还有这个螺旋桨的位置，给它往外掰开，看到没？往外掰开，然后这一块螺旋桨呢，这一块的零件就被往外分开了。这时候人形的脚部是整个要往前翻过来的，这时候脚部前面的这块这个凸对应膝盖这块这个凹槽，我们做一个结合，给它卡住。卡住之后呢，正常的话你会觉得，哎呀，这就差不多了，也就变形完成了。因为呢，首先你能看到它在侧面这块还有2个凸点，分别对应的呢就是，你看到没？这个凸对应的是腿窝这块这个凹槽，然后这块的这个凸呢，刚好对应的是这块这个凹槽，这边呢就能契合上。我们只要调整好看，这儿的凸和凹，然后这儿的凸和凹卡好之后呢，下一步，还有一个旋转，就是将它的腿部，和螺旋桨，也就是膝盖和它的脚部这个位置呢，再往后进行一次旋转，然后转完之后你会发现铆钉冲上，那么就没变错。然后这儿的卡位点给它卡进去 ，OK， 一侧变完了。另一侧呢也是同理，先将大腿根向后进行一个翻折，翻折完成之后，将这块这个零件往前拖一点之后，借助这的转轴球形关节转一下，转完之后呢，我们将人物的腿抓住大腿和抓住螺旋桨这个位置往外拽，这时候膝盖和小腿这个位置就出来了，然后小腿往过来翻，扣在膝盖这块的凹槽上，凸和凹做一个结合，然后紧接着先将侧面这个位置呢整个贴过来，两端呢凸起，一个是这儿，一个呢就是上端的这块这个凸对应它侧面的这个凹槽，上端的这个凹槽啊，这边卡住之后呢，调整一下角度，将这个腿部进行一下旋转，然后这样子其实基本上就变完了，剩下的我们就是需要做一些小调整了。先将这块的零件往中间锯完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原本人物手臂上面这块有2个凸起，刚好对应我们下面翻下去的这2个凹槽，然后将手往上推，将手上面呢这2个凸呢，大家可以看到这2个凸对应它上端的这2个凹槽，我们分别呢给它卡进去，卡进去之后呢，它的机头就固定好了，剩下的两边的这个飞机翅膀我们适当的调整一下，然后这是2挺机枪，然后冲向前 OK。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黑寡妇的一个直升机，算是个直升机吧，或者叫无人机的一个载具形态，就这样子大功告成了。那么在这个载具形态之下呢，它又不像车能推啊，就是唯一的一个玩法呢，就是后面这个螺旋桨，看我们是可以进行旋转的，而且没有阻挡的。这个的话呢，载具形态我个人感觉应该是非常非常还原电影了。而且呢，原本蜘蛛形态下的这个尖尖的位置，还有手臂前面特地给你留了这2个凸点啊，加这2个尖尖，刚好形成了什么？你放在桌面上的一个接触点，跟地面的一个接触点，然后刚刚好，看到没？看前面的2个凸点，包括后面这2个凸，它刚刚好呢，都会跟你的这个桌面这个接触面形成一个接触面啊。不会说放到桌面上来回乱晃，这一点还是给个好评的。再基本上的话呢，载具形态下也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了。整体人形的收纳还算是非常不错，也看不出来啥。所以说这个模具的变形真的是有它的一个亮点啊。个人呢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入手把玩一下的。虽说这个人形的话呢，差点意思吧，但是呢变形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OK，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